你如果愿意上前线，那你现在就签下去嘛。黑熊学院这种垃圾单位，实解都不如，但每次救灾一定看得到实际的身影。黑熊学院在哪里？真的需要他们的时候，给你各种理由。我们是专门对付中共的，这个对付天灾不是我们的 duty。在726的时候让赖清德狠狠的摔了一跤，他还敢这样玩灾区的灾民吗？他还敢叫大家自己爬上去吗？他还敢呛赌说国军不能进民房吗？时代就是会改变，很多事慢慢的变化，就是我的一个感慨。但是这个感慨把它换成动力，把它换成一股内心燃燃烧烧的一个火焰。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你如果愿意上前线，那你现在就签下去嘛。可以用新的方式问他们了，就是说现在你有很好表现的机会啊，南下去救灾啊。你们要我们搬去中国的时候都不会觉得怪怪的。那我叫你从台北搬到高雄，搬到台南，搬到嘉义，你就在那边哇哇叫。台北不都被什么蒋家后代这个威权专制的后代给控制了吗？被蓝白控制，被蓝白立委控制，很可恶啊，堕落城市啊，要滚出台北嘛，去嘉义去台南救灾啊，去那边住啊。黑熊学院在去年的时候发过一篇文，那时候去年不是也是来台风，黑熊学院说去救灾啊，去干嘛？黑熊学院不就是一群公子哥嘛，然后都只会纸上谈兵，抗中保台，用出一张嘴，也没任何实操，玩那种大地游戏，鬼抓人。真的，这不是我讲啊，你们大家可以去 Google， 他们那个实战演练是教你怎么逃跑，CPR 教你怎么要差点把人家的脖子按断那种。对。那可是遇到风灾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看他们去年就发文说，基本上一遇到灾害就要政府出勤，等别人来救，这种心态就是巨婴心态。你们是被黑熊学院认证的巨婴啊，懂吗？不要扯我们这个伟大民进党政府，我们赖清德总统的后腿啊！你们这些巨婴，记得票继续投给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啊，继续支持我们的黑熊学院，然后淘宝货这个黑熊学院的救灾包，你看就是没有买，所以现在风灾搞得你们不要了。要是你们买了一个这个黑熊学院认证的救灾包，你们就会过得非常好。这种垃圾单位，慈济那些师姐都不如。当初不是把慈济黑得多可恶，其实慈济他们什么捐款账目不明啊，那些什么慈济有他们的问题，但只要台湾发生什么天灾人祸，他们一定都到现场去帮忙。再怎么讨厌慈济，但每次救灾一定看得到慈济的身影，不管是发物资，即便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救灾专业，但他们物资一定都是捐好捐满，然后人尽可能比如说给你什么毛毯啊之类的，他们都会尽到他们的一些绵薄之力。黑熊学院在哪里？真的需要他们的时候，给你各种理由啊，说哎呀这个你们这种是巨婴啊，我们是专门对付中共的，这个对付天灾不是我们的 duty。但就我还没遇到一个千鸟，现在要他签下去，他现在敢签的了。为什么非要人家打来了你，然后政府征召你，你才去？你以为你没受过训练，你上前线你有什么屁用？你就只是一块会呼吸的肉，一点小用也没有。你现在就签下去，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好不好？那现在就有天灾，赶快去救灾吧，不要那边嘴炮。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你会觉得遇到天灾的时候，不问意识形态，不问政治颜色，互相帮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现在民进党执政真的就是选票考量，连这个新闻动态，他们有没有提到任何就是南部的风灾，几乎都没有，都在讲大罢免，要不然就讲台中的严重。就是那问题是台中就没东西可以讲，就说好像台风在台中登陆，总统叫卢秀燕，照他们的监督法就这样。对啊，陈其迈那他北上去嘉义市跟嘉义县是分别是蓝绿执政，然后陈其迈去帮了嘉义市。你看，可是一线之隔的嘉义县，嘉义县是把嘉义市包起来，嘉义县比嘉义市严重很多。嘉义县最严重，刚才看初心者他们那个海线那个地方，就布袋，你要救灾，你一定是从布袋赶快救起来，不是吗？结果布袋惨成这个样子，为什么陈其迈去救嘉义市，没有去救嘉义县？因为嘉义县是新潮流啊，新潮流现在全面在压制陈其迈啊。照陈决理论，中央现在是赖清德啊，民进党是要负法审责任，就屁话。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不是去反对他，因为反对是反对不了，大家都想发声音，可是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一个庶民的声音上，它是个混乱的嘛，相对秩序不明确的，就是简单来讲，所以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重新在这样的一个无序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直面的老百姓的心声当中，找出如何让它更好。所以我说要走进人群中，走出来，把人群带着，面对这个民粹，甚至加入这个民粹，但是你要带着民粹在移动。像我们今天如果没这口音，谁知道布袋今天是这个样子？谁知道有高中生跟他妈妈相依为命，单亲家庭，然后住在老宅里面，还在饿肚子，9天了还在断电，然后世界附近全部淹水出不去，手机充电靠汽车。我们要利用这样的特色来让这个力量更加的强大，这样才可以用这样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如果郑成功没有明确去体察到这一点，就历史哥不觉得民粹是一个负面名词嘛？这点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我觉得民粹是负面名词，但是因为你是以就是说不管怎样，你先把现在这个政权给推翻下来，你知道用魔法对抗魔法，历史的
脉络跟潮流正在往这个方向。你觉得现在的趋势是这样子？因为你想一个逻辑哦，是从理性时代转向感性时代，转向非理性时代，所以我们天生会带有一种道德批判去审查这个工具跟这个趋势，而会对它形成一种情绪违和的抵触。因为我是带着全然的理性在思考民粹这个力量，那如何让它来造福老百姓？因为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时代，这也是我一直跟国民党甚至跟民众党直白的说，就是庶民的声音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要直面这件事情的逻辑，我们把这个力量做成团结彼此，作为暖心的事情，做一个能量的发展，一个平台，我们把这件事情往前带，往前走，我们去对抗青鸟，去对抗八囧。我想这样子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好，大家会因为有这样的情绪，更愿意一起走出来，站在彼此身边，给予彼此温暖，重新的把社会因为社会现代化冰冷而锻炼的邻里关系，透过网络，你坐马路边，你可能彼此不关心，但是你在网络上，你彼此连结，再透过这个连结，我们走到线下，彼此见面。这是我看到这件事情的，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在党没人在做啊，所以大家要把这力量给拿出来，才有办法改变现在民进党这么嚣张，他们就是用民粹在霸凌台湾人嘛，而我们要民粹反道而知，不是成魔，反而是成圣，这是这一个过程，所以大家要加油。眼见台湾被民进党闹成这样的破败，尤其青鸟出来之后，我真的正是青鸟激励了我，重新的调整我的战略，重新的调整我的思考逻辑，我今年才真正的意义上通透这件事情。那既然这个时代必须要有网红做一点什么事情，那我再怎么不愿也得做下去。老实讲，我以前不喜欢网红这个身份，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要很透彻自己在做什么，就是理性的判断、理性的决策、情绪的凝聚、正向的结果。这就是我在这个时代里面我所思考出的答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不管你在任何的政体里面，你都是一样，不管两岸或怎么，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是人类潮流的摆荡，它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年我就更乐于去使用网红这样的一个标签。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有这个标签能够更好的调动大家来一起来做点全世界皆然，所以大家也不用去抵触这样的一个情绪，反而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情绪价值啊，它真的是一帖万灵药，坏的人把它用得很恶劣，民进党坏到极点，坏到没有任何下限，你只能看下限之后更下限，现在像个无底洞一直往下落。但是把情绪价值往善的地方去堆，它也会冲出不可思议的热度、光跟热，照亮更多黑暗的角落，让民进党这些青鸟无所遁形。世界就是这样，世界就是改变了嘛，它回不去了嘛，所以我坦然接受这件事情，更加的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更加的冷静做出判断，然后更加的给大家知道，把全部能量给带出来，把大家的正向能量给带出来，这样子才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否则民进党他打的主意就是你们没有情绪价值，你们不会出来投票，726你们死定了，就这么简单。823再死一次，然后 bang 赖清德就永远给他独裁下去。所以善恶之间的对比啊，为什么民进党恶向胆边生，青鸟越来越夸张，是因为他们肆无忌惮，没有任何的力量站在他们面前阻止他们。但青鸟组织起来了，我们也慢慢组织起来了，我们慢慢的也建构出一股强大的力量，有效的防波体，并且甚至点燃了很多立法委员心中的那把火，让他们能够更加做自己。可是为什么有这股力量呢？实处去就是因为大家很热情嘛，他光情绪价值就给我很高的价值了嘛。小编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更实处的时候，大家也会抖内嘛，有情绪价值大家也透过这个抖内满足了自己情感上的需求，这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会让大家都变好，然后我们就有更有力量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否则的话，现在市场上充斥的那些胡说八道的这些名嘴，这些胡说八道的政客，他能带来什么东西？全部都是政治利益啊！他们不了解我们运作的方式，大家知道吗？他们不了解我们怎么运作，他们不了解这个时代是怎么去跑，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说你到底是出来干嘛的？你到底在想什么？我想的其实很简单，我想的就是一般老百姓所想的，我们想的就是台湾要变好嘛，我们在救自己。那你政治人物不是最喜欢喊说自己国家自己救吗？啊，当我们要出来自己救的时候，那我请问一下，你有跳出来支持大家的情绪吗？你有带出来站出来支持带领大家吗？有人做了，所以我支持这些人。你看谁跟我好，你就知道。我支持谁你就知道，就是我的一个感慨。但是这个感慨把它换成动力，把它换成一股内心燃燃烧烧的一个火焰，真的我是觉得有改变。反正在2周就要开票了，我们等着看能够渲染多少人出来，能够带领多少人出来改变。在726的时候让赖清德狠狠的摔了一跤，他完蛋啊！以后如果他还敢这样玩吗？他还敢这样玩灾区的灾民吗？他还敢叫大家自己爬上去吗？他还敢呛赌说国军不能建民房吗？他还敢放了初心者9天了，断粮啊，断电啊，他还敢吗？他就比较不敢了嘛，他可能还是心里想干这样干的。慢慢的变化，时代就是会改变，很多事情它是需要有人去做这些事情的。